全部都交给他，需要要求到100%，我们都是需要基础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Fastest Notes， 我是李。好，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关于教书的一个 tips。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继续看下去吧。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按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咯。OK， 那么今天的主题来源，其实我就是想要帮助一些刚刚开始教书的老师，他们就是想要跟他们分享一些我的经验，然后一些 tips 可以让他们更快的进入教书的一个状况。那其实我就是从2010年就开始教书了，然后教到现在2020年，大概有10年时间。所以呢，我凭自己的经验呢，就是整理出了5个 tips， 希望可以帮助到刚刚想要开始教书的你们。好，那我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OK， 那么第一个 tips 呢，你就要把你的学生当成2种人。那哪2种人呢？第一个就是你的孩子，第二个就是你的朋友。为什么我会选择说你要把它当成这2种人呢？就是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。第一个就是孩子，为什么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？因为呢，如果比如说你是自己的孩子的话呢，你会想要把它就是把最好的你会的全部都交给他。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把它当成你的朋友。为什么是朋友呢？因为朋友的话呢，你会想要分享你所知道的一些事情给他，就是比如说你朋友会聊天，你就会想要分享说你今天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或者可能比如说有特别的一些经验，你会想要告诉他。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教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要把它当成你的学生。那么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你不要一味的去逼迫你的学生，因为可能有的人可能比如说你教中文，有的人他们不喜欢中文，那么你就是你要勾起他的兴趣，要让他就是有一种为什么我要学这个语言，知道吗？就是不要一味的逼迫。如果你知道一个学生的爱好是什么，你要从他的那个爱好下手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才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然后他自己主要是自己喜欢，知道吗？自己喜欢了之后呢，你就会感觉到说原来这么有趣，所以他才可以愿意学下去。好，那么第3个点呢，就是不要逼迫学生要会所有一切。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今天教了第一课，你教了10个的生词，然后你教了一些可能汉语拼音或者是什么其他的，你不要要求在一堂课里面一个学生全部都会，因为每一个人其实上堂的东西都不同，有的学生他是快的，有的学生他是慢的，就是不要要求到他一定100% 都会。比如说你可能10个生词里面他可能会1-2个或者是1-2个拼音，就是 OK 了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 make sure 他在这一堂课里面他是有学到东西的，但不需要要求到100%。OK， 那么第4个 tips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的 tips，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学生的基础打好。其实我们在学任何一个东西，我们都是需要基础的，因为基础让我们的只要基础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很稳的往上爬。如果比如说你基础没有打好的话，你可能会歪掉，或者可能会走错路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就是无论你教什么，你就一定要把每一个学生的基础都打好。比如说你可能教中文，中文的基础是什么？就比如说可能汉语拼音，或者是可能笔画，再来就是认字，还有比如说你教英文，grammar 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你要把那些最基础的这个东西都打好了之后，这个学生才可以慢慢很稳定的往上。OK， 再来第5个 tips 就是你要把这个学习的气氛变得有趣一些，就是不要可能在一个班里面你一味的在教，在灌输学生你所知道的事情，而是你要让他可能玩一些游戏啊，或者是可能比如说聊天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让学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他其实也是有听有讲，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有一些可能一些新的知识，然后他表达方式其实也可以提升，就是不要一味的课本，
一直看课本，或者是看作业，或者是写字什么的。最重要的是你要让它有趣一些。那有趣的方法其实很多，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其实老师都是自己摸索来的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我的5个 tips， 就是我是以个人经验来整理出来的。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其他的意见，你可以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，就是我们一起学习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在刚刚开始教书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在属于摸索的一个阶段，或者是比如说你可能教书很久了，非常有经验了，然后当你开始一个可能接触一些新的学生的时候呢，你也还是在摸索的一个阶段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就是在这个摸索的阶段，你要慢慢的去看，然后慢慢的去接入怎么样的一个教学方法才是他们最能接受的。好，那么其实呢，在教学的这个方面呢，就是我们教一个班有比如说5位学生，或者是一个班有1位学生，这个教学方法是不一样的。就是你要教，比如说可能小学、幼儿园、高中、大学的学生，他的教学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么差不多了，我的 tips 就是希望我的这些教书的 tips 可以帮助到一些你们刚刚想要踏入社会去教书的人。好，那么影片今天就拍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